如果给电影得闲景致打分，它在你的心里值多少分？这部电影播完后，豆瓣最终评分是 6.9 分，但这个分数真的就代表这部电影的真实水平吗？这两天肖战凭莫德贤的这个角色拿下了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的最佳男主角，加上之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演员，这部电影和这个角色已经被专业领域实打实的认可了。所以如果非要让我打个分，撇开那个被争议包围的豆瓣分数，我心里给他打到的分数是9分，扣掉了1分是因为任何分数都装不下那种看完这部电影后沉甸甸的后劲儿。为什么要说它是一部被低估的好电影呢？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它的剧情衔接不够顺畅，黑色的幽默风格和战争题材放在一起，观感上有点违和。导演这边也坦言说，影片原本时长更长，正式上映时被剪掉不少铺垫内容，也让故事的厚重感打了折扣。但是这些小瑕疵反倒让影片跳出了抗战片千篇一律的老套路，和那些主打宏大的战场塑造完美英雄的影片不一样。这部片子它是从小人物视角切入的，聚焦的是战乱中普通的手艺人，用满满的生活气息还原了真实的战争模样，没有夸张离谱的打斗场面，也没有空洞的爱国口号，它只是直白的告诉观众，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都是被逼到绝境的普通人。我们的主角莫德贤原本只是一个想安稳过日子的钳工，当面对侵略者害怕退缩，那都是人之常情。影片中不少细节也真实的展现出战争时期百姓内心的那种恐惧和无助，没有刻意的去美化这些细节，这份写实的刻画特别的贴合真实的历史。影片中还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和隐喻，比如说地名、人名还有各类道具，细细的琢磨它都有深层的含义的，一步步的展现出百姓他从只想自保到挺身而出抗战的转变。这种表达方式不直接，没办法迎合快节奏的观感，也难怪有些观众没能读懂其中的深意。但是肖战把莫德贤这个人物刻画的十分鲜活，也算是他演艺路上又一次很亮眼的转型。为了贴合角色，他刻意的调整了体态貌样，专门学习当地地方方言，还苦练钳工相关的动作，褪去了往日的偶像感。演戏的时候呢，把人物内心的慌张纠结、平日的拘谨模样都拿捏的恰到好处。在悲情戏份的时候，也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只是简简单单的演绎，就把小人物在战乱里的无奈和坚守展现出来了。观众也认可他这次的演绎。整部影片主创功底扎实，以平民视角讲述了时代的故事，片中战争器械、逃难场景等画面都贴合真实的历史细节，也得到了不少历史爱好者的认同。不少观众反复回看之后，慢慢读懂了影片想表达的内核，口碑也开始慢慢变好。这部电影算不上完美之作，但是有温度、有深度，也有执着一份的风骨，借着普通人的命运映照了动荡的大时代，用细节展现出了民族骨子里的韧劲儿，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但是单一平台的分数受各种因素影响，没法完整的定义一部作品。这部时间已经给出了公正的答案，肖战个人以及这部电影都获得了荣誉，所以这怎么不算一部好电影呢？拜拜，下期见喽。他出道10年，曾被全网嘲笑花瓶，如今却是90后唯一的影视双帝。他就是肖战。从《陈情令》的灵气出圈，到《王牌部队》的破局转型，再到《梦中的那片海》的内敛封神，3部作品，3个成长阶段，清晰见证他从偶像灵气表演蜕变为生活化高阶演技的全过程。今天我们透过这3部作品，看懂他肉眼可见的演技进阶。《陈情令》魏无羡是肖战被大众熟知的经典起点，也是他早期灵气型演技的代表。非科班出身的他，此时没有成熟的表演体系，不靠技巧炫技，全靠真心带入，极致共情。这个阶段的表演特点，情绪外放，爱恨直白，感染力极强。前期的魏无羡，少年恣意，明媚鲜活，眉眼带笑，身姿轻盈，打闹时的灵动，随性坦荡的少年气被演绎得干净纯粹，完全贴合原著少年侠气的质感。而后期历经世事磨难，众叛亲离后，他的表演开始增添破碎感，眼底褪去光亮，笑容带着苦涩，尤其是师姐离世的名场面，情绪饱满，哭戏真挚，将极致的悲痛与无助彻底释放，让无数观众共情落泪。但这个阶段的演技短板也十分明显，整体偏外放，情绪表达依赖大哭、嘶吼等直观方式，表演痕迹略重，处理隐忍、深沉的复杂情绪时层次相对单薄，属于真诚有余、技巧青涩、灵气满分、厚度不足的新人巅峰阶段。如果说魏无羡是少年义气的极致，那王牌部队的顾一野就是肖战演技脱胎换骨的关键拐点。经历过低谷沉淀与话剧打磨，他彻底抛弃早期外放式表演，完成了从演情绪到藏情绪的蜕变。这一阶段他彻底戒掉了偶像剧的表演习惯，
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克制与留白，全部不靠夸张表达，只靠细节支撑。经典名场面占有牺牲是最好的演技对比。换作早期魏无羡的演法，一定会大悲大痛，情绪爆发。此时的处理方式高级在全程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将所有的崩溃、自责、悲痛全部压在心底。数十年的岁月跨度，他不靠妆容扮老，仅凭眼神的质感变化完成蜕变。从初入军营的炽热青涩，到历经战火洗礼后的沉稳沧桑，气场愈发沉静，彻底撕掉流量偶像标签，演技正式脱离青涩，具备了厚度与力量感。梦中的那片海，肖春生标志着肖战的演技彻底生活化，反脸谱的演技大成。如果说顾一也是克制的高级，那肖春生就是自然的通透，告别所有表演痕迹，真正做到演人不演戏。这个阶段的他收放自如，适配人性。肖春生不是完美主角，他有少年的桀骜张扬，有低谷的落寞不甘，有看透世事的温柔通透，性格层次极其复杂，非常考验演员的分寸感。少年时期的他意气风发，自带大院少年的坦荡与傲气。遭遇身体受挫，跌入人生低谷时，他依然没有夸张卖惨，没有刻意虐戏，只是眼神一点点暗淡，笑容慢慢褪去，沉默的落寞，隐忍的苦涩，全部藏在细微神态里，静水流深，后劲十足。最绝的是他对正派角色的反脸谱演绎。面对兄弟背叛，他有失望，有隔阂，有普通人的情绪；面对命运不公，他有不甘，有挣扎，却依旧守住本心与温柔。善良有棱角，隐忍有底线，打破了角色刻板空洞的通病。如今双帝加冕的肖战做到正派不僵，小人物不弱，反派不恶，真正读懂人性，眼透众生。回看肖战的10年演技路，是一条完整且清晰的进阶曲线。他的成长从无捷径，演技从无天赋滤镜。普通人的坚韧底色让他肯沉下心打磨细节，低谷的人生历练让他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无奈，长久的职业敬畏让他始终对每一个角色全力以赴。他用10年证明，顶级的演技是人生阅历的外化，长久的走红是专业沉淀的回馈。流量终会褪色，唯有演技与成长能永久立身，恒久发光。魏无羡、顾一野、肖春生，谁才是肖战的演技巅峰？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今天呢，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肖战的五官呢，拆开来看，每一个部位都和主流审美不太一样，但是组合在一起，为什么就偏偏封神了呢？首先说眼睛，一般呢，主流审美都追求眼尾上扬，显得眼睛很有精神，但是他的眼尾反而微微下垂，有点无辜的狗狗眼。按理说呢，这种眼型很显苦相，但偏偏他的眼球又黑又亮，眼皮一抬呢，就会显得非常有神。所以呢，他的眼神非常有矛盾，同时又很有记忆点，又有一些忧郁，同时呢，又带着清澈和坚定，比那些单纯的桃花眼可有杀伤力太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脸型，现在呢都流行小 V 脸尖下巴，但是呢他的下颌骨稍微有点方，单看是有点钝，但是把他高挺的鼻梁和锐利的五官一放上去，结合之后呢，反而整个人更显气场。如果换成新生偶像都分不清你我他的这种脸型，反而就没有这种贵气了。还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地方就是他的人中，他的人中沟呢比较深，上唇呢又有点翘，这种结构有时候呢可能会显得比较成熟，但刚好他有圆圆的鼻头和饱满的卧蚕，整个人的神态呢还带了一些温润的少年感。这些特点和人中窝一结合，刚好把可爱和成熟平衡得很好。所以呢，肖战的脸并不是那种流水线出来的标准化模板，而是有自己的冲突和记忆点所在，这也是他能够完美演绎角色的秘籍。我们普通人在追求变美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记得保留自己的特点，不要一味的照抄模板哦。